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林亮君，吴哥好，大家晚安。前民众党中央委员赵应善，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远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在全国弥漫着所谓的大罢免的氛围的时候，当然很遗憾，今天中午左右的时候，在台中市的星光三月发生了气爆。当然希望呢救治的包括轻重伤的能够尽快的康复。而这整件事情，如果你看到媒体上面相关的一些画面的话，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而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希望所有一切的天灾人祸能够尽量越少越好。不过在整个大罢免氛围的时候，所有一切是不是某种程度都会联动到，譬如说，如果要在选区的一些委员，如果要是在这个时候被列名在那里头，包括罢免名单里面，这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会不会也动辄得咎？这都是大家讨论一个范围。不过一开始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当时在现场相关的一些画面。来，加拿大、爱尔兰跟秘密的太夸张了！天哪！爱尔兰跟秘密的太夸张了！天哪！好，当然第一时间你看到，包括台中长卢秀燕讲说，因为市府离那个地方不远，他也感受到震动，当下马上包括市府成立2级应变中心，所有相关一些处置。可是小雨，是你看那个画面，那跟灾难片就是那种状况啊。你很难想象，既然是直接这样气爆出来，你只能够希望说那些包括受伤的那些人能够尽量的康复。这过程当中，我讲包括气爆这些，而在眼下当下，因为为什么像廖伟翔我也会拿出来讲，因为他当下在现场有直播的一些情形。确实啊，我先讲整个过程非常触目惊心哦。就在今天11点33分的时候哈，那我必须讲，不幸中的大幸是说呢，他还好今天不是6日啊。那如果是6日的话，人会更多。那今天是礼拜4，算是周间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还好不在12点，因为他是11点33分。如果12点的话，附近一些上班族哦，就会开始挤到那边，有美食街啦，有这个餐厅啦，可能会更多人用餐。而且你刚刚讲对，这只能用不幸中之万幸、大幸来表达，因为大圆柏、台中星光三月那一带，如果你要是假日去的话，那个地方真的是人非常非常的多，是全台湾最高销售额的一家。确实，我只能说这真的是不幸中大幸啊。好，那就在这个11点33分的时候呢，就有当场有民众在描述说了哈，他说他那时候有闻到瓦斯味，就没想到他一下楼的时候，马上嘣，这个电梯就炸裂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景象了，哇，你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里面被炸的这样子，整个这个乱七八糟。那甚至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影片或照片出来，你看它整个外墙是整个这个被崩裂，对，好，那甚至还有民众形容说，当场还有民众被整个炸飞啦，哈，所以还有就是1楼整个很散落的一些木屑啊什么的，你就知道那个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大了，哈。好，那到目前为止呢，哈，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还是众说纷纭。不过看起来现在是锁定是说，是不是有到星光三月有违法装修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讲有闻到那个瓦斯味了，哈。那目前比较可靠的消息是说呢，哈，说这个厂商啊，他是有申请低楼层的这个装修，可是目前为止看起来都发局说是没有申请高楼层的装修，因为这次爆炸的位置是在11楼跟12楼嘛，对。那你是不是这个说你是违法装修，你没有申请，但是你违法装修，这当然都发局事后要再去做调查了哈。那其中还包含非常不幸的哈，有这个澳门一家7口就我了解他是经过，他不是在楼上，他是要去经过大圆柏，那只是说难得可能来台湾，他就先去星光三月可能去看一下，没想到哇，这一家7口就去这样看一下的结果，就阿公阿嬷不幸惨死，然后他的这个2岁的这个孙女还在这个救治当中，情况也蛮严重的所以等于说整个景象是非常的这个惨啊哈。好，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出动了，包括27辆的消防车，还有62名的消防人员就紧急救治，而且这个卢秀燕也当场宣布说是2级的这个紧急开设你就知道哇，今天整个这个聚焦都在这里。好，那你说整个大家在人仰
场马翻，在忙着救灾的同时，那为什么这个人啊，这个就是台中的立委廖伟翔啦，哈，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现在众矢之的啊被骂？那是因为在事发的当下哈，他有说啦，他第一个他的服务处就在这附近，这也是选区，对，这也是他的选区哦。那这个他服务处在他这附近，那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赶快跑来关切哦。那所以他就后来开了这个直播，你可以看到他该直播的地点哦。其实为什么有些人其实是骂他之外还担心他啦？因为你看这个是有点一街之隔哈，一街之隔。那他现在在直播的那个时候，可能那个爆炸可能都还在延续，你不知道说那个气爆哈，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不会有第二波？对，会不知道还因为这个是跟瓦斯管线有关系。那你这个一墙之隔，坦白讲他又没有戴这个安全帽，公安的安全帽哈。那所以当然这个有些民众是会关心他说，哇，你这样真的是蛮危险，这也在这个喷射的范围内哈。那当然啦哈，后来他这个被骂的原因是说，那人家在抢救的当下，你这么近，你是不是会影响救灾？尤其你是立委哈，那是不是人家还要再分这个分身乏术，还要再保护你？那这个你是还会影响救灾，所以这个他当时一边直播的时候，他整个被灌爆啊，整个被网友骂翻了哈。那还有呢，但是他后来有解释了哈，他说他是善尽通报职责，可是他又多了，他又讲说当时是有电视台啊，电视台可能第一时间没办法赶到，或者是说这个变成一个热区围起来进不去，所以就要求他直播，所以他又突然又把电视台又把他扯进来哦，说是某电视台要求他直播，他才直播，你这不是白目吗？你这不是白目吗？那我必须讲，今天你的职责你是立委，好，你是立委，你不是记者。如果记者第一时间你去，那可能报道公众，因为这重大公安事件，你不会被骂。可是问题是你今天似乎是你又把自己的身份你好像搞错了，你变成你是记者来做这个直播，然后又扯到说是电视台要求，那电视台要求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啦哈。所以我会觉得说你错了就道歉认错哈。可是那如果说你又坚持你没错，你说你是什么善尽通报责任，事实上他之前在这个直播之前，他有先拍一张照片，然后呼吁说，附近的民众不要靠近。我觉得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你其他就交给警察，或是交给这个消防人员，你就交给其他的，而不是说你在那边开始又假扮记者。那我最后要讲是说了，如果你觉得你没错的话，那你就24小时不断电直播啊，你就播啊。那问题是你马上又停了，你就没播啊，对，那代表你就丢回去了嘛。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了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还有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是给政治人物一个最好的一个警惕啦。那好，不会，当然你刚刚看镜头画面里面，你看得到，包括廖伟翔，他有好像有骑摩托车过来的人，他有跟他讲说可能要绕道，不要经过这些或什么。但是在眼下，我刚刚就讲，第一个当然是救灾的过程当中，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那是他的选区嘛，对，他可能刚讲他只要善尽通报啦或什么，但问题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第一个，你委员一定没有办法去救灾了，这是一定的。那在这过程当中，即便他刚才我讲说他有个告诉车，你们大家要不要让道或什么，但那个直播只要一出来，尤其眼下，当然，那你说包括现在罢免的氛围这么浓的那个过程当中，所有事情大概都会被这个拿来摆在一起。是没错，我先说啦。这又是政治看灾学，不管是天灾或人祸都一样，这是政治人物一定会碰到的。那我的标准有2个，第一个就是政治人物过去，第一个不要影响救灾，这是第一个，这都一样啦，不要去影响他。第二个注意安全，这也非常重要，不管是地方上的安全还是个人安全，这样要先做好。但是伟翔这一次他是那个区的立法委员，所以他一定得要去，因为不去的话一定会被攻击，这是绝对的。OK， 那现在大家很多在批评他的点是说。他到现场去，因为他妨碍了救灾，所以要罢免他。这想法我觉得就过头了。他能够不去吗？当然你可以喜欢他开不开直播，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但是他到现场去，而且他没有妨碍救灾，你用这个理由想要来作为罢免他的原因，这个老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时候人命关天的事情，我觉得不用跟政治扯上那么深的关系。因为大家如果觉得伟翔开直播不好，那所以觉得拍照片就比较好了。这次凯米台风淹水的时候，下面这位邱意莹，我们的大姐姐，对，我们的立法委员，她这个有没有作秀成分？我不晓得，大家评论。她头上还戴很可爱，好像是熊赞的帽子吧？她旁边都在戴钢盔啊，她戴熊赞，我不知道。然后这是林俊宪委员也是一样，之后淹水了的时候，有去现场看，旁边都是在拉所谓的这个救灾用品。那林俊宪委员在现场有没有妨碍救灾？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要讲是对于这些行为，我个人其实我并没有去谴责的，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对于政治人物而言，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大家会觉得说为善不欲人知啊。现在不是啊，政治人物你有做，你必须让他知道啊，要不然大家一直骂你都不做事情。你去就一定要让所有人知道。对，我觉得去拍照这都是正常的，这不需要去骗大家。我去为这个地方上我来关心，我也希望能够帮上忙。但是对我而言，我也必须让大家知道，我平常在做民意代表的时候，我有善尽我的职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想最可能可以大家来讨论一点，就是最后需不需要提到是某个电视台来请他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但其他东西，我觉得他是善尽他立法委员的职责，因为他到现场。所以你觉得直播也还 OK？ 我觉得直播也还 OK 啊，又不是像陈莹在张惠妹演唱会里面直播20分钟，那个公然违法，当然不行嘛。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好。那他过程当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跟大家讲说，希望大家不要过来，因为这边相对讲是危险的，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安全，也注意周围的交通状况。他也讲了，他离现场，所以照片上，抱歉借一下，照片上可能看起来好像在旁边，他实际上是有距离的，他并不是那么的靠近他，所以安全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这星光三月的事情，我还是希望不管各个政党把重心放在第一个怎么去善后的部分，因为有太多的人命的伤亡以及受伤，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找清楚为什么造成这种爆炸的原因啊，这个是非常离谱跟夸张的事情啊。在第二个，找清楚为什么造成这种爆炸的原因啊，这个是非常离谱跟夸张的事情啊。大家看到很多照片，那好像跟被空袭是一样的，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要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然后让我们的相关单位都能够善尽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才是现在这个案子必须要聚焦的重点。可是现在你看到有很多罢团讲的那个包括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要去了，然后把这个跟罢免的理由再摆在一起。对廖伟翔来讲，当然有点雪上加霜。廖伟翔自己白目，他自己就要承受罢团的攻击，不要说攻击了，批评。OK。罢团现在已经在罢免你，你应该低调才是啊。刚才我觉得很对啊，没错啊，每一个公职人员或者是立法委员、民意代表都应该要到现场关心，事后拍照 po 脸书说我们要避免下一次的灾难，那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你拍一张照片，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你开直播，而且还帮某电视台直接当记者的工作，这不是你的工作吗？民意代表是要干什么呢？你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SOP 第一点，先救人为先嘛。我们现在的医疗够不够？我们这些救灾的这个受伤的人，可不可以抢救回来？第一时间要关心，叫 SOP 第一个，救灾为先，救人为先嘛。第二步，检讨报告要出来啊，要盯着台中市政府这个有没有违规，有没有违法。你立法委员，你应该说我们的预算够不够？我们可不可以全面通查检查，到底所谓的气爆的原因？这些原因可不可以不要在其他百货公司发生嘛？因为这件事情，我有看到媒体上很多的报道，又把这件事情跟预算审查的时候有没有删掉所谓的消防，又被摆在一起讲。没错，消防预算啊，议员在那边都很清楚啊，我们很少去删消防预算，因为所有消防预算大部分就是用来救灾救人的嘛，所以这个部分包含民意代表很少去动这一部分，都只会问说够不够？不够的话，你要不要再重新提一下？因为议员或立法委员都不能增加预算嘛。但是却有人王宏威，我虽然后来没有删啦，但是你确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提案过要删除消防署1亿元的预算嘛？这些1亿元预算，你说真的哦，你不爽黑熊学院，你可以附带弹书啊，你加弹书说不要给黑熊学院啊，你不是用删预算的方式说这里面有包含标给黑熊学院的嘛？你可以说以后不要标给黑熊学院，但是你不能删减任何关于消防员设备或者是训练的计划嘛？这个王宏威自己都做错一件事情嘛，而王宏威做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呢，廖伟翔。你以为廖伟翔是第一个在灾难现场开直播？等一下议员可以补充啊。大直就是他开直播还笑嘻嘻的。那个房子，大直他现在也是对，他也开直播嘛。开直播其实就会被人家认为，你可以否认说我没有在消费这些灾难现场，但是开直播其实是不是在消费现场，大家可以各有公平嘛。但是罢免团体可不可以
对于我们现在正在罢免的对象，你做出这样的行为进行批评，当然可以嘛，因为他们已经觉得对于廖伟翔、对于国民党的立委乱塞预算已经有强烈的不满的同时，现在发生这样灾难。这个灾难政治学里面的 SOP， 你们完全没有按照这个 SOP 去走，你第一时间就是在蹭流量，就是在创造自己的声量。你现在关心的不是应该是让这些灾难避免被发生，应该去监督行政院、监督台中市政府，你有没有做好监督的工作？这才是你真的要做的职务，而不是当一个记者在现场开直播。亮君刚刚讲到，当然大家都希望说国泰民安，就在自己的选区不要发生这样一些事。可是刚刚提到说上次大直、上次的那个防洪下线那些东西，你在现场，你当时你自己是什么样一个处理模式，或你现在看，包括这次廖伟翔的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我觉得现在大家面临灾害时候哦，民代其实第一时间该做的事就是确认现场就是有没有需要协调跟处理的状况了哈。那以这个大直基泰为例啊，当时在2023其实已经前年哦，发生这个当下的第一时间哦，那我接到讯息哈，那接到讯息说啊出事了，然后后来我第一时间什么？因为这个现场有很多的人就一直讲说，那接下来居民要怎么安置？那所以呢，我就一直去协调，然后也去联络了这个客运业者，希望他们可以来协助，因为市府单位在当下其实并没有派车，或者是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安置这些民众，其实是没有的。但是那时候也没来得及骂人，因为真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要赶快来安置这些居民，要不然他们晚上可能就要睡在旁边的国小校舍。所以当时第一时间我赶快联络客运公司，客运公司才赶快派车，因为包含说像大直基泰这件事情，王宏威委员也确实到现场，大家到现场都是要关心。可是你到现场去做直播，那当然现场大家因为他直播当时大家最让人家看不下去，是因为他的表情哦，我觉得就好像是有点来凑热闹的感觉啦哈。那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所有民代在第一时间都希望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过多的要去抢曝光或者是蹭流量的行为，真的就大可不必了。那亚敏，某种程度来讲啦，当然大家就想知道，在罢免风潮之下，不想被推上风头浪尖的，你就台湾话讲怕丢怕丢，看被丢弃，就是这个样。但是对于刘翔这一次，他是把自己推到风头浪尖上去吗？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灾难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不管啦如果你是选区的立委，你没有到现场，人家也会被骂，也会被骂了但是其实他在直播之前，他先到了现场，他先发照片，而且你会发现他那个照片还有手指，就是镜头里面还有他的手指，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是很急在拍根本没有空去选那个照片哪一个拍的比较好，赶快上传。OK 他某种程度一定像公民记者一样的啦。他到了现场拍了照片，第一波，第二波，请大家不要这个靠近，也发了文，也发了图，够了其实够了。那后面当然他说他是配合媒体，就是说可能因为媒体要直播要连线啦。那他就顺便直播。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我只能说也多了吧。我只能说，这个如果你现场直播，那就不要在自己的脸书嘛，你就跟媒体连线就好了。也不需要用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小玉刚刚讲，如果要播，那就干脆一路播下去啊。没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如果你是配合媒体，你就让媒体跟你用 LINE 连线就好了，不需要在自己的这个社群媒体。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为什么？蓝营的政治人物在社群上面啦，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就是说绿营已经上太空，蓝营还在杀猪工嘛。在社群经营上面，蓝营真的会有一种，就是我是不是该用这个方式告诉我的选民？OK，他们常不知道什么尺度要怎么拿捏，还在摸索过程吗？对，所以他们要重新学习就好比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虽然他只有直播2分42秒但是你看这个戴了一个这个帽子，有绣这个字，有绣字样，这边胸前有名字的，这市府官员吧？市府官员到了现场，看到立委会不会过去？当然一定要会了解一下嘛。对啊，是不是？对，所以你的直播反而证明了你在现场会让官员你会吸引官员。可是他们该做的是去了解灾情，他只要招呼你一下。没错。所以我说，像这样的直播，你不如等到比如说事情告一段落，你出来跟大家讲，比如说。卢市长在现场讲的时候，你在旁边就说现在是卢市长的在说明，不如直播这个东西，也许这个第一个资讯更清楚，第二个也许比较不容易被误解。OK， 但你觉得这件事情会变成在罢免的过程被拿来当做其中一个引子了吗？这第一时间当然作为政治人物一定会很急啦。像刚才讲说他服务车很近，真的很近嘛？我刚才查了一下，也有2.5公里远。2.5公里说远到底有多远？差不多捷运市政府站到忠孝复兴了。
也是有一段距离，但毕竟是选区，人就是该去。但是依我们过去做民代助理啦、特别助理，或是这办公室主任经验，如果发生这种事，第一时间通常医院。因为有一些是不同等级的嘛，部立医院以前的属地部立医院嘛，资源协调，消防车够不够，有没有特殊化学用品？是啊，赶快市府就市长有没有需要，赶快去中央部会，赶快调跨县市之后，立委该做的事情。那第一时间呢，他有没有投入我不知道，但他呈现出来就是好像这些事情我没有去处理，我到现场跟接，哇，这个爆炸，请大家离开。议员层级也许是有人里长议员层级是有人做成这样。立委格局做小了，那再来是你的当然啦，现在你这在罢免的过程中，当然人家很容易升格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播都播出去了，重点是后续你能不能补得回来。我这样讲分2个部分就是当罢团把这个拿来当一个理由的时候，它很容易被渲染，很容易被渲染。可是当你要去解释的时候，你再怎么解释，像刚才讲的，那是我的选区，那我这个什么什么，而且我只有2分多钟。说实话，这2个力道之间的比例会有落差，一定会有落差吧？重点是你能不能讲出来一套真的是很有道理话，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第一，怎么样，然后你传达出你的专业度嘛。第一，我们要立刻就责啊，就像市府，他第一时间。也有一些表现让人家有质疑的地方，比如说立刻就叫相关单位负责，但是事后公务局长立刻报说，他12楼装修整层都没有申请，这个就很关键的。那这种东西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比如说作为一个民代，你要立刻去监督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疑问没有，你看我就说没有啊，那个效果就不一样。所以就是看灾的确是有看灾政治学 ，OK， 那它也会有一些画面呈现的方式，可是都已经出去了，就想办法把它补回来了。现阶段就是尽可能的补了。OK， 那当然，大家心里面唯一希望的就是希望。尤其在伤亡的人数不要再增加，然后受伤的人数能够尽快的康复。而这整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一些的原因？那彻查清楚，那往后其他所有装修啦或什么这些，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有的人引以为戒，像所有这样一些事情该负责的负责到底。而这所有的事情，除了这个，我刚刚一开始就讲，因为现在国内吹的整个大罢免风潮，任何一件事情大概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第一个跟个别委员之间的罢免案会不会有影响，第二个跟整体。包括蓝绿白之间各阵营的氛围会不会有一些影响？譬如说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其中有一块就是像副根级总召在选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各照委员之间大概有很多都会互相照顾啦或者什么这些。但是副根级总召的照顾看起来就是某种程度，今天有提到那有精美小礼物啊或什么，我想那个是精美小礼物。这个东西这个修容组，现在叫修容组啦。对啊，所有蓝委拿出来，包括他们去调那个政治献金资料，价格完全都一样的。我要那个是精美小礼物。这个东西这个修容组，现在叫修容组啦。对啊。所有蓝委拿出来，包括他们去调那个政治献金资料，价格完全都一样都是一模一样，就看你是1万组、2万组的差别。对，什么20万、22万或者什么这些。然后呢，一组是28块多，的确压在30块以下这个都是你说要讲合法性、适法性 ，OK 啦，过得了关。但是就是你仔细去看这个内容像我自己也有在做团购，我们立刻会去看一下，这应该叫做我们的专业术语叫货尾。一般来说，这种层级的东西，它刚开始出来卖的时候，可能都卖100-200块，卖到最后面被竞争者替代掉，然后剩下一堆销不掉。中国特别多那就会想办法用各种管道去销。会不会是这一家公司，就傅昆萁的可能曾经的有人、曾经的部属的开的这间公司，占天下，他批到了这个货尾，认为很适合台湾的选举送这个东西可以，可是价格要压到一个合理的程度。但这就是技巧了，就是什么叫做压下来？因为他批给这些蓝委的时候，是一个符合于中华民国中华会选标准的程度，30以下。可是他进来台湾的时候的价格呢？或者从中国那边出来时候的价格呢？是不是这个价格？有没有人在中间就是把它压了一手？会不会有一个利益关系在这里面？好，所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你当然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大家也做过选举嘛，
有时候真的是压价格都压得很低啦，那出来当然就品质不是很好，一看就是的确不值30块。包括前几天引起争议那个徐巧芯的那个项链，那看起来绝对是 OK 啦，因为实在是有点烂了。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说30块哈，真的就是有所谓的商品的零售价值哈、票面价值，还有它真实的价值的差异，就会让人家想说，会不会是有人 ON 了一笔，让它价格变成这样子？这些候选人40来位候选人，用便宜的价格拿到了一个商品，把它卖掉啊，拿去送掉了选举商品，绝大多数人选举之后送了，就只有引起争议的钟小平是说他选后才来送，因为他卡住卡比较慢，所以他是选后才来送。其他人是花钱买了之后是在选举的时候发放。那傅昆萁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做人情？我们都讲白，他是不是里面有做人情的成分在？那是不是就是原本可能不止28块，但是透过种种关系，傅昆萁让大家拿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之后，大家给傅昆萁一个面子，接下来因为当时还没有选总召嘛，在各种位置争取上，是不是大家就交个朋友？这是现在引起争议的部分。但我要讲的是现在抓出来这个战天下有限公司又有另外一家战天下整合行销，就是这些公司当然，这个是不是只是投石问路？什么叫投石问路？这只是大家交个朋友，第一次合作。接下来有没有其他合作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才是可能后续会延伸。因为就像现在台湾很多这种类似案子，一开始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木可一开始我也是商品小物啊，那要怎么样？可能现在久了时间，大家发现好像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好，所以。现在这个案子才刚开始打，因为他刚爆出来第一天，我们不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子，相关涉案人会怎么样，因为大家的态度像今天碰到钟小平说，我只讲我的部分，王宏维的部分他都不讲就是大家都开始有语带保留，就是可能会考虑到，就是说，特别是牵扯到这个傅昆萁对国民党党团的掌控力，大家也是问说为什么掌控力这么强为什么他们好像不太理朱立伦主席，到底是彼此之间有什么恩怨纠葛？那这些东西当然有想象诠释的空间，不代表它真的违法。但是呢，如果后续这类型，也许现在是2家公司，接下来第3家、第4家、第5家出来，越来越多的商品小物，越来越多的礼品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案情的发展可能就不会像我们现在想的这么简单。因为你这几天会看到，我们把。几乎大概30-40位吧，国民党的委员，那时候包括到底进了多少货，然后价格什么，全部都列出来，发票同一天，对，全部都列出来。那个时候，当然大家也知道，其实傅昆萁委员那个时候本来那时候讲说，包括连院长是不是都有可能会有野望啦，或类似这些。而这些我就讲，其实立法院选举的过程当中，那有人情，有什么什么这些，那以后要不要大家互相帮忙？很常听，但现在看起来的话，它已经被绿营某种程度把它变成打包，甚或绿营有人讲说用到什么集体造假这个字眼，甚或有人说政治献金法或其他，跟我们的选罢法全部都要摆在这里头，更不要讲跟选罢法，跟我们现在选罢法之间的关系，那个就是罢免这一块，全部都把它扯上，在现在整个罢免氛围里面，这个味道就会变得越来越浓吗？其实就罢免就怕第一个怕话题冷掉，然后第二个怕师出无名。那你现在这个就是又有一个，那更不用忘记说，因为温朗东他跟詹敬健是明天要去告，那你去告了之后，哇，这进入司法程序就要下去查了哈。那我先讲就是说，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个傅昆萁他是40个蓝委嘛，还有一个不分区，甚至现在还发现说连这个侯友宜也有，侯友宜他在因为那个时间是2024，然后立委跟总统就一起嘛哈。那你说送这个修容组还有。他其实不止有修容组，有帽子跟环保提袋，像那个淑慧就说他其实是这个负责这个，他去登记啦，他团购是登记帽子的部分，好像3选2还是？对3选2的哈。那好，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呢，刚刚有讲就说傅昆萁他自己本身是因为他选立委一定是当选的嘛，那就有传出说他当时是要选这个是要选院长啦哈，那后来院长看起来是没有，可是总召他总是当选的吧，所以你这个是不是有契约贿选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要查的部分了哈。那第二个我就说。小平哥昨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吃了诚实豆沙包，你讲自己，他就突然就扯到说，我也有而且傅昆萁是送我的那我就想说奇怪，小平哥1万组1万组好，那别人都是20几万，因为他是28.7块钱嘛，1万组的话就是28万多嘛，会不会他也是拿货尾？
对，霍伟的霍伟，霍伟是什么意思啊？霍伟，干什么要解释？邱明玉，有啦，有来宾讲的时候要认真听。有啦，对了，我知道，就是前面拿着福利品的。等一下，解释一次，什么叫霍伟？就是人家不要的，不是。马上那一些，这个送给钟小平的一些，是众矢之的啊，我又没拿这样子啊。那就是说，小平哥是不是吃了诚实豆渣包？你就讲这件事情。可是小平哥他某种程度也是害到自己耶，因为第一个哈，就说因为他受赠，而且这已经是很高金额的1万组哦，大概是28万嘛哈。那你受赠你没申报，他当然比较小条了，就是你就是逃漏政治现金。我这边举一个我们好朋友的例子啊，就是康仁俊嘛，他自己也讲过，你受赠哦哈，就我们这边大家都有选过，就是他们有选过，就说你收现金，这是一定要申报。可是康他当时是收那个矿泉水，就他收那家矿泉水那家公司，因为是亏损的，所以就不行，不行。对，他那时候很倒霉，整个就被牵连到。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你受赠这些物品，你也是要申报的。好，那小平哥这卡塞掉，可是小平哥突然又讲到说，我听说别人也有，哇，别人也有。那但是今天问他也不愿意扯到谁这样子。那所以他听到别人也有，那这更大条了，因为我们看到哈，包括就是说你什么吕玉玲啦、李彦秀啦、王宏威、叶元之、罗廷伟、林德福这些人，通通都有。那这些人短条是说，如果你同样一样跟小平哥一样，你都是受赠，你没开机，没花钱却申报啊，你这就是伪造文书，这更有伪造文书的这个问题啊，哈，所以他牵扯到是一头拉骨，那所以而且现在温朗东他要去告了嘛，那你就要去把这些人叫来，是你到底是真的，而且以我合理的推断啦，就是以钟小平跟傅昆萁的关系，钟小平就傅昆萁为什么要送钟小平？而且钟小平看起来是那个选区是比较艰困，没有要好说难听点，就可能比较选不上啊。对啊，那他连这个他都送了，那你其他人为什么他不送他们呢？可是申报上面看起来是大家是用买的，因为有支出嘛。所以我说嘛，如果你没花钱，你却申报，这个还有伪造文书的问题哦。最后一个啦哈，为什么要扯到中国？因为大家会觉得那个28.7块，刚刚那个伟航老师，你的那个拿出来哈，那个你说28.7块，不是，它是7件组7件组，那个北辰将军说他有收到啦，好，就是吕玉玲送的哦。那他说那个捡起来还不错，可是我另外一个苏培说他也有选民给他，后来他发现他捡的那个说他什么小孩的指甲就剪到断裂，有裂掉，所以他后来觉得是不太好，就把它丢掉。那可是我会觉得说你光是那个套子就这个28.7块，比面包还便宜耶。一开始讨论那2个字，霍伟，我知道就是人家已经赚够了。考我的，我金鱼脑我背不起来了。好了，你说对啊，就价格的部分，其实就是可能后面也是被查的一个重点，所以大家才会说你这是不是用中国来的资金？你其实明明就是要这个送的啊，那但是不得了哇！你这一送，如果说你是40个的话，你光是1万组，你这28万，你算30万好了，你一送40个立委的话，你至少就1200万。那你这些钱又怎么来呢？所以我觉得差距水蛮深的。因为对小平在节目里面去讲了那一块，我们讲亮君，其实对其他的国民党委员，因为洪为现在是国民党的是书记长嘛，对不对？那洪为就直接讲说，他讲什么他自己负责，好不好？不要去讲到别人这些。可是如果要是刚刚讲真的有人要去告的话，那就变成整件事情进入诉讼。那就大家都要在眼下这种氛围之下，刚才小玉讲的是罢免怕的就是没有题材。等于又变一个题材下去了。对，而且因为这一次现在大家政治现境上面看到，就大概有20位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在2024年的时候选立委的时候，都有跟这个战天下有做这样子的一个支出。但其实刚刚一直讲说这个修容组到底它的价格好，但价格如果是霍伟那可能真的是超俗的。其
其实刚刚一直讲说这个修容组到底它的价格好，但价格如果是货尾那可能真的是超俗的。但是这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刚刚大家有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有申报的状况？因为它如果是赠送的话，它如果是赠送，因为它是送物，我们知道政治现金分2种，一种叫做物的捐赠，一种叫做现金款项的捐赠。所以如果它是物的捐赠的话，那它就应该要登记在物资的部分。如果它是现金，它直接现金捐给你多少钱，那你就登载所以它到底是用送的，还是实际上真的用买的吗？那如果真的是用买的那这些我们讲说价格到底是不是中国货，然后这些资金又从哪里来？当然接下来要去查。再来就是说，如果我刚刚讲的，它万一真的是送的，第一个它登载错误，他应该要登载在物资捐赠的部分。第二个是他把它登载在现金，做出了支出，然后他要支出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发票，要有单据嘛。那他该不会是送了小物还送了发票吧？那如果他送了小物又送了发票，那不就变成柯文哲一模一样，跟去年一模一样的案子吗？所以这个当然就是，如果明天这个温朗东他要去提告的话，接下来我想检调在这个部分要一一的来去厘清，因为这个我们未来要开一家公司叫战木可，因为发现有战的都蛮赚钱的战国策啊，战接力啊，所以有网友建议我就要开一个叫战日月。好，那我觉得就对战日月不错吧，对不对？连战都赚钱。但你要先了解什么叫货尾。当我没讲。对，所以刚刚大家就一直在讲今天这个我们立法委员林楚英也有提到说，到底呢这个除了在这个政治现金法的部分呢，有没有登载不实呢？那当然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中国介选就是说到底这些资金或者是这些货是从何而来，然后它背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势力介入？那这当然是会联动到接下来说，大家讲说，哎呀，你看现在这些立法委员就是在这个傅崐萁总召的庇应之下大家这个在国会里面在选举的时候都能够获得到帮助那接下来现在大家面临这些罢免的案子，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说现在钟小平讲出了这句话，那你看王宏威讲什么？王宏威讲说他讲的话他负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在进行一个。就是在切割嘛那如果切割的话，那是不是表示钟小平说对了什么？他昨天的汤圆可能吃的是豆沙口味所以他今天这样子讲，那接下来会不会就让整个罢免的一把火又另外烧起，然后进入司法调查，或许会挖出更多别的东西出来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案子里面我们还看到什么？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说，现在中正万华，大家想说，中正万华也在进行罢免，那钟小平特别讲这件事情干嘛？他是特别讲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也很深受这个总召的照顾因为大家就在想说，中正万华现在的这个罢免的行动那这个大家就讲说国民党现在也都在介入这罢免行动，要来罢免吴沛忆委员，然后所以现在钟小平或许他也在求曝光，他也要告诉大家说，他其实也一直有受到总召的关爱因为目前来讲的话，那个 AB 队去送件啦或什么，小平在我们节目讲的意思就讲说，大家不要紧张，他们还没出手，是那好像那个 AB 队也是国民党的，是 OK， 那好像他们是担心钟小平要出手，所以大家抢着在9点以前，然后到凌晨就要去排队或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防我干嘛？好，讲白一点啦，这国民党内部查户的风暴啦，没错，就钟小平跟你们的主委之间过程当中一段的冤情仇。我很重要你看小富有打电话给我不要把钟小平一直当货尾，到最后才要找他。这整件事会麻烦吗？这个问题可能要请钟小平自己来确定一下。好了，没事，我们就旁观者来看。你怎么突然变高雄李博义啦？这个事情我们就旁观，就正常来看了。他最大的争议是在于说，到底是用送的还是用买的？我个人觉得他只会送跟买了，我不太相信他敢送然后再送发票，因为这会有金流的问题。这通常应该是汇钱过去就我可能买这个东西，然后我收到了，我就汇过去给你。有一些账户金流，所以我相信只有买或者是送。买的话，那对于民意代表也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就是买低于30块以下。那你要卖多少钱，你有没有压价钱，那是卖方的问题。对于民意代表没有问题。可能副总知道，因为有人讲说，这个包括詹尼亚是不是他的救主嘛？也许大哥嘛，老大哥，那就讲说，那你就压低一些价钱，然后这些委员之间大家选举都要这个样，他就只帮忙这一块，也有可能，就这个就是大家会在过程当中各自要去表达。那这个部分对于至少。那些买的民意代表也就没有问题 ，OK， 因为你要卖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选举都可以发嘛，那价钱也在30块合法之内。那像小平哥讲的，他是被赠送没有付钱的这个部分，
这个就要请小平哥自己来确定一下。这个是他在节目上讲，对，他在节目上讲这个。我不晓得他是送他给选完之后做什么用途，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做法，我不清楚。对，所以那我不晓得小平哥在选举前有没有做这些相关的发送的动作。但这个部分，那如果真的有状况，我觉得就是依法处理啊，这不用再说了，大家都选过那么多次。但会不会对国民党整体，包括在罢免这些事情，包括因为刚才我不知道亮君有特别提到圣货连。有没有中国介选这一块？他们现在都在这会不会对整个罢免来讲的话，刚才小玉讲的再添柴火，而且这柴火一天是整个蓝营有一堆人都在里头。我老实讲，他这回有没有添柴火？我觉得当然有，但是他添柴火这回我倒觉得跟一般的添柴火不一样。刚刚伟翔那个，我觉得是形态型的添柴火，就是说我觉得他这样做是错的，我觉得他不该这样做，他不该去这个可能作秀，大家批评这样子。但是这一次的添柴火就比较是不是？个人形象问题是有没有法律层面的问题啊？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对，所以如果没有法律层面的问题的人，我个人觉得没有影响，因为我本来就选举，那我合法去购买我的选举小物，这 OK。但是如果有一些就是当时可能有漏报或者是没有申报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对于接下来，我相信绿营一定会拿这来打的啦。当然，因为现在已经有去告了嘛，一告完之后，他一定会全部调出来，就是所有包括金流，包括你到底有没有付钱，还是用赠送等等，后续我觉得会发酵，因为。我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每一个都有用钱来买啦，但是只能说这个部分在现在这个时间爆发出来，那我觉得对于罢免案，那尤其是被牵扯到里面的一些蓝委，我觉得这个要特别注意。杨明，这件事情它中间可能你说如果要大要小，怎么样看待？它如果真的要大的话，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包括明天如果有人要告绿营的人，在过程当中或是民团、罢团，一定会有人在这里面。你看他有多少个议题？亮君刚提到有没有中国介选的问题？曹英成最近跟巧芯之间，那个风风火火的那一块，他主打的是叫反共，是两岸啊，那块在这里头。李彦秀委员那个申报的过程被主打的那一块叫诚信问题，有没有？这里头全部都被摆进去啊。所以这个议题如果让他刚才博弈讲，他可能还有法律上面要厘清的一些问题，这他们让一弄下去，这个问题真的有可能未来会烧很大。当然，第一个啦，就是说，因为钟小平议员他所说的是他自己的个人对，那他不知道其他的委员的状况是怎么样因为有的委员是有在政治献金里面申报嘛，是有的没有嘛，但是有人是被送的。好，那我说这个就是某种程度就叫做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的翻版。那为什么温朗东他们要去告发呢？就是要北检立案嘛，那立案之后，接下来就去搜索嘛，接下来就会可能就挖出一串这个葡萄啊，什么粽子啊，什么都出来了嘛，就是说，民众党是因为政治献金做假账，后面衍生出来的一堆问题。那这个模式，有没有可能如法炮制到国民党的这些立委身上？如果有，那就是杠上开花嘛。对于现在要搞罢免来讲，太好了，这个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的了解是这样啦。昨天这个钟小平议员，他昨天在政论节目的说法，已经让很多蓝营的朋友们非常的不爽，已经全部去向朱立伦告状了啦。但是告也来不及了。就是可能他们党内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讨论，说要怎么处理嘛。要党纪吗？不知道，因为他好不容易搭小船回来的，还滑到同舟这个同舟友谊的同舟可能很快就翻了。但是我要强调，已经有人跟主席讲了，对，已经有人去反映说，他之前就说快被开除党。因为我认为啦，就是说，因为你看如果今天有好几位的其他的委员，他们是用申报政治现金采购的方式去申报这一笔，而你钟小平说是送，让大家以为这是送的。那真相是怎么样？只有每一个立委候选人自己知道，或者说傅昆萁总召应他应该知道。那这如果检调查下去，如果你没有这个相关的采购的记录，或者说发票你要拿出来对啊。如果昨天这些单据拿来对之后，采购一定要对发票啊。对啊，所以后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破口，乃至于会不会有一连串的一堆立委全部都叫可能有这个所谓的伪造文书或什么背信什么问题，然后呢要被这个法办。那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相信为什么会用在这个议题里面，它可大可小。那当然简单，如果是真的采购，那当然就没有问题，当然就很简单，没有问题单纯。但是当今天有人说，我是送的你们是申报采购啊，你那说那个送的词一出来以后，会搅乱一池春水。所以还是洪维姐讲的。小平哥说只代表他自己，对，代表他个人部分，是当然的。对，我补充这个现在讲的这个就不是以什么团购组的经验，是从做建员总干事的经验出发。
我们晶圆总部每个晶圆总部都可能跟同一个厂商下单。买你的什么那个厨房的那个水漏的袋子啦，买面纸都可能，但是呢，一定会有一个现象，大家订的量不一样，每个人选区代表不同，预算不同。傅昆萁的这个人家去调政治现金，去把这个占天下全部抓出来，数额基本上是一致，要么1万，要么2万，价格都一致，价格一致就算了，数额一致，重点是发票日期同一天，全部都12月26号，对。这太不寻常了。统一采购，他要么就是前面有很多，最后面同一天我再选前发票开给你，这就是起人疑窦。你一直强调你是你的状况，我是我的状况，但你们每个人的发票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直觉上会觉得不太合理啦。虽然也许是可以解释。但是呢，请你来地检署一趟解释，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有这个缝出来。OK， 那当然也是因为小平哥的无心他可能真的是送的，但其他人钟小平只能代表他自己，只能代表他自己。所以他说的，他那个是送的，其他人到底怎么样不知道。而且这间公司是2022年10月11号成立的，你摆明这间公司你就是要来做选举用，做选举。那如果说你跟红色资金有关系，那你是不是合理的推断你是要用这家公司，然后来做中间这个穿梭的？对，那而且他的客户就只有国民党的立委，所以这是间公司，而且刚好他的那个负责人又是傅昆萁的子弟兵。如果说你跟红色资金有关系，那你是不是合理的推断你是要用这家公司，然后来做中间这个穿梭的？对，那而且他的客户就只有国民党的立委，所以这是间公司，而且刚好他的那个负责人又是傅昆萁的子弟兵，所以我觉得整个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个修容组实际上连28块都不用，他可能只要18块，更便宜，所以说不定中间那个占天下还赚了一笔。那为什么要由傅昆萁的部署赚呢？不是，就他有办法去批到这个货嘛？这不是说要把批到货尾，他批到货尾。关于这一点，我今天有去还赚了对。不要承认我成立占名誉，我们占日月，我要成立占日月。我今天有去问了，台湾是有可以拿到30块，现在 right now 都还可以拿到同样一组的拿到30块，但应该不能再低了，就是到现在为止真的是贵啊，有没有？还是贵啊。他拿到30块，但他成本一定低于30块啦，一定低于30块，所以说28块、28.7块可能是还有赚头，有可能啦。对，如果说这个真的是真的违法，我觉得减掉就是来，对，我要讲说减掉去调金流就知道了。对，你的拿货成本到底多少？从金流就可以看嘛。这一家公司立法委员有没有从你的政治现金专户买了这个钱有没有汇到这里面？就全部金流都一清二楚嘛，这我们看不到，我们也不能在这边讲。但是减掉未来在侦办的过程，只要一查金流，就知道他的拿货成本。而这些立委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汇款还是赠送，这都非常的清楚。而是不是真的是28块还是18块，所有的东西都清楚。而这也不是立法委员有问题哦，我可能会给你28块。但是我以为28块我就拿去发了，也没有汇权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多少钱嘛？你这个公司要提出证明，到底你的拿货成本是多少？你害这些立委都可能会陷入贿选的危机，是这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呢？背后老板是谁？是傅昆萁嘛？傅昆萁为了打造他的傅氏王朝，所以成立一家叫占天下。傅氏王朝，你直接觉得这背后老板是傅昆萁吗？不要只是讲说可能是他以前的下属而已，以前的下属啊。而且我相信这些立委一定不认识这家公司，因为他是花莲公司嘛，是透过谁认识这家公司的？一定是透过傅昆萁认识这家公司的嘛。透过傅昆萁认识可以想，我不要讲说他是背后老板啦，至少他是背后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者嘛，让他可以做到国民党所有40个立委的生意，一定是有人，而这个人就最有可能就是傅昆萁。OK， 但你经过刚才大家来宾所讨论那段，你有没有觉得你听起来都非常清楚，大家非常熟认？因为透过从去年包括民众党的账，木可公司柯文哲呢。大家对于那个所谓的账啊，所有这些看起来已经非常清楚，除了占日月的邱明玉还不太清楚那个霍伟以外，其他大概大家都非常清楚了。OK， 可是刚讲，因为这一个面向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看。刚才讲到几个点，那一个就是好政治现金的问题，然后包括那中间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还有就是好，当亮君讲说货源如果是来自于中国的话，有没有中国借选？你讲到中国借选，你一定就会把跟这几天。包括媒体上面报道说，柯文哲他们在去年在竞选总统过程当中，有没有真的老共那个地方有正面看待啦，或类似这样一些情形？那当曹金城对上徐小青，接触的是所谓的反共的大旗，所有东西全部都拿出来弄。阳明这些事情看起来，这次的罢免，在很多地方，两岸反共或所有这些某种程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应该所有的罢免都有，因为什么？第一个。他们讲傅昆萁门，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讲傅昆萁卖台，所以所有国民党立委都是他的小弟，所以叫傅昆萁门。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从去年这个所谓的国会改革法案讲成是这个卖台法案，毁台毁宪哦，然后呢要卖国哦，为什么？因为还有什么那时候讲什么要什么高铁哦环台哦，然后说要把台湾变钱坑哦，然后各式法案都是卖国哦，都是因为听对岸，还说呢这个傅昆萁在这个会期期间哦带团去中国大陆哦，带了好，回来以后就提了什么法案？对，所以。这些议题全部都是抗中的议题。这次罢免基本上你要把它认知为一个所谓的对抗中国力量的集结。哦，那你说民进党绿营有没有这个角色？哦，当然有，当然有。哦，像现在有一些这个县市，比如说苏巧慧哦，在新北哦，比如说像台南，都已经在集结说要去声援这些罢免的团体。那可是也有很多团体不是因为他是民进党，是因为他反中国。是有非常多的罢免团体，比如说基进党啊也好，或者说有很多的公民团体，他们就是说反对国民党立委，或者说反对这些在野党区域立委的逻辑，不是因为他在这个选区做得好不好，是因为他觉得中国国民党亲中。所以这一次的罢免的主题主旋律就是反中。这个主旋律 ，OK， 那所以这时候，当这个时候，徐巧芯，我们刚刚讲到徐巧芯这个选区，徐巧芯的领衔人是曹新成，是这个董事长啊。那曹新成董事长他过去当然他这个曾经放弃过中华民国的国籍，可是他回来重回中华民国，拿着那个大张身份证，戴着钢盔，穿着这个防弹衣那一幕，他就变成一个忠贞的爱国者，而且是抗中保台的第一线。他变得好像是像指挥官一样，然后说他要捐出1亿美金嘛，就大家都还记得这2年前的事情。好，那他的角色，他当然就是要扮演那个叫做我反中的指挥官，而把徐巧芯这个选区当做他的本命区嘛。对，当然他的户籍就在这个地方，他就扮演了这个角色。那我的了解是这样啦，本来在还没有这个曹新成曹董事长还没有公布他是这个领衔人之前，那他们地方的这个罢免团体就已经有一些传闻，就讲说他们会找到第一个知名度很高，而且呢徐巧芯看了会怕的人。所以呢那时候其实蓝军里面都一直在到处打听说到底是谁，所以一度传出罢免团有接触费鸿泰。真的有接触吗？真的有接触。我听到的消息是有的，在地方是有这样的传言。但是费鸿泰二话不说拒绝，他不可能接受。但是你看到在台北有另外一区这个我博弈的选区有另外一区就有所谓的前蓝营人士扮演了罢免团体的角色。所以这些罢免团体如果今天有一个蓝军内部的矛盾，对他们来说一定是最好的这个效果。但是曹新成过去也曾经是国民党支持者啊，早年他就当然是国民党扶持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嘛，所以曹董的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对于罢免团体，他们认为说这是很强的。可是我们回到蓝军的角色，蓝军他们那边会觉得幸好是曹董。昨天我访问那个王宏威委员王宏威委员说，我好羡慕徐巧芯为什么？他觉得，因为曹新成董事长过去曾经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所以徐巧芯的第一篇，当曹新成董事长的这个名号打出来的时候，徐巧芯第一篇就是主打你曾经叛国，你曾经背离这一块中华民国土地，你后来才又回来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叛国？而且你还支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两岸都统一？你是曾经主张过的，所以过去的主张就变成是现在蓝军要去对抗现在这些所谓的抗中势力的一些论述了那当然我必须讲这个罢免就是一个彼此仇恨的对决。那曹董当然他一定会用更大的力量去这个动员，比如说徐巧芯，你可能今天这个廖伟翔直播会被骂，你接下来如果你做什么会被骂，你不做什么你也会被骂，
各种事情都会被骂。但我觉得最后的关键还是在于说，罢免最后的这个抗中议题会不会除了所谓的传统蓝绿的组织以外的所谓的第三，就是也许说第三势力，也许说一般没有那么看重政治新闻的这个族群，会不会被蓝或绿的这个组织动员也好，或者说仇恨动员也好，被动员到？因为我们现在罢免的这个投票率最高一次就是5%，陈柏惟那一次，好，那跟一般选举还是有一段落差，有落差。所以呢，你这个如果没有办法动到所谓的一般所谓的中间选民的话，其实蓝绿各自对决的话，那在蓝军优势的选区，恐怕要罢免成功是不容易。因为一般如果把最近几次的罢免全部都来看的话，大概 Freddy 那一次，因为某种程度来讲 ，Freddy 是被罢嘛，小平那时候是主要领衔的要罢免的人。那时候投票大家就讲空气票打来打去，大概4%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然后谢国良这一次大概是5%，因为大家都卯足了全劲。国民党跟包括白营到后来大概是全力的扑下，然后最后大概投票率大概5%。那最高的就陈柏惟那一次嘛，陈柏惟在我们节目里面讲，你听到他讲的时候，就是他说他2月1号就职，为什么2月5号就有人开始罢他，然后一路罢免，然后就后来当然他讲的是包括地方强力的组织，他言下之意就是指严家啦，反正就整个打到最后，那是最高的一个投票率。可是，一般如果要是不是绑大选，那你罢免要拉高很难啦，要不然一般的首长投票大概你说6%多7%左右是 OK，可是现在看起来。亮君可不可以问一下？刚才讲到，所以徐小清对上曹兴诚这一块，你可以预想得到，在未来第2阶段是会，因为徐小清那区本来大家都在讲说，可能蓝会大于绿啦，或者什么这些，但他们现在已经变成重中之重，所有的指标区，包括反共与否指标区，蜜獾能不能够驳倒狮子、老虎，另外这一区，反正所有因为徐小清声量够大。曹建仁、曹董更不要讲，所以这两个人就是硬碰硬，火车对撞，大家就来看这一块啦。对，因为其实徐小清大概是蓝营里面那个立委里面，我想应该是仇恨值最高的，所以可以想见，在松信接下来的罢免强度会非常高，而且他肯定就是会外溢到其他的地方那你接下来看说，当然松信在过去一直以来都是蓝营的优势区，但是呢，其实大家还可以观察一个，就是说徐小清过去出来参选的时候，他出来包含他在选议员的时候，然后后来还要争取选立委的时候，其实跟党内都有一些摩擦啦，所以说到底在这个实际上，万一真的进到第3阶段要来进行投票的话，到底蓝营全部的我指的是全部的松安信义的蓝营能不能一起团结，然后出来投票？你的意思说他们里面真的会有一些裂痕？对，或者是说有的人就不出来，他是蓝营，但是他觉得徐小清，我上一次立不嘎呢，党内的这个选举不嘎熊拍垮，这样子对费鸿泰大家看不下去，可能有一些过去支持费鸿泰的国民党支持者，他或许他就以不去投票来去反对啊。那因为你投票最后进到第3阶段，你要有25%嘛，你会进到趴数比例的这个决战的话。那投票率还是一个自己支持者出来投票，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讲，这次几个主战场，不要再寄望什么票数不会过25%，不要再寄望这件事啊！大家都心知肚明，你一定要比的就是你要比对方多1票。对，那几个主战场肯定是这个样的。是，所以就是自己的支持者能不能催出来？所以我认为说，以松信地区蓝营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能不能全部出来投票，我自己会打上一个问号。会吗？我觉得大家在罢免的现在。我讲不是蓝营的人，好像就比较偏蓝或者比较偏绿营的一些团体，他们陷入一个盲区。这盲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就以小清的选区为例好了，大家都知道泛蓝优势选区，大家会觉得说，现在不管是曹董加入还是铺天盖地的来打，觉得小清接下来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我个人看法刚好颠倒。如果不要打这么用力，你刚刚讲的有些深蓝的可能不喜欢小清的人。反而不会出来投，但打太用力的时候，他一定会出来投，因为他觉得这已经不是巧心的问题了，这是国民党的问题。所以说，你们可以罢免一个人，你觉得他不适当或什么理由都 OK， 但是当你打过头的时候，你就会把他本来不想要表态的支持群众给吹出来，这是一定会的。尤其是蓝营的支持者跟绿营真的本质上就不一样。绿营的相对比较乐意去表达他的政治倾向，蓝营的很多人就是我可能比较支持蓝营，但是我也懒得说什么，我也不想特别做。那平常也许我也不会什么动作，但是真的把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欺得太过头的时候，那我一定会用选票来支持你。所以你说松安信义这么多年来，其实一直都是蓝营偏大的选区，
那到这一次你说要罢免，大家觉得巧芯当然是个非常声量非常高的立法委员，表现也非常优秀，所以一直不停的被攻击，不停的一直有一些挑战他。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合理的判断而言，合理的挑战，我觉得都不是针对，都不是一个会去影响到双方的气势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几乎是如果是要倾尽绿营所有的力量，包括曹董所有的力量，只是要来对付巧芯的话，那我跟各位报告，你会把这一区的投票率给吹出来。你现在看得出来，曹董感觉上就是要倾尽全力的，他一点都没有在客气的，所以这大家所有的那个形容词全部都出来了。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巧芯他不觉得很大的原因。对， OK， 因为我想，如果这一次领衔人，我讲难听点，如果是费鸿泰委员，非常的严重，大家真的是非常严重了。对，但是费鸿泰不可能嘛，对，大家看到是曹新成的时候就不担心了，因为很简单，假设领衔人是陈水扁，会觉得奇怪吗？不奇怪嘛，你就是对方阵营的人嘛。那曹董已经很明确了，他就是对方阵营的人了，由他出来领衔，说实话。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他资源会不会投入比较多？对，会不会找的人比较多，来一起来罢免小芯之外，你说对意识形态上的攻防没有差别？因为曹董本来现在很明显的就不是支持国民党籍的 OK， 所以我觉得巧芯现在要做的非常单纯，就是把他之前做的一些政绩，包括地方上请走，让大家恢复记忆。然后接下来，如果绿营针对他的攻击是太多过火，或者甚至是有一点有抹黑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觉得对于巧芯的选举罢免案反而是有利的，所以我真的还是要呼吁到我以前很久以前的想法，就是我真的不赞成大罢免，不管是蓝罢绿或绿罢蓝都一样，真的想要罢免你就就事论事，好好评论他到底是不是人。但是如果你只单纯针对意识形态，你觉得他不是你的人就来罢免，而刻意的去攻击抹黑他的话，最后的反效果，我觉得那些阵营必须要自己去承担。OK。最后的反效果，我觉得那些阵营必须要自己去承担。OK， 施主，菩萨为因众生为，还没有参悟，你没有参悟，这个我也参悟了，这个一出来之后，对，我参悟了，你参悟吗？因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对，赖清德讲的因恐怕跟蓝营讲的因不太一样，对，所以各自的果各自负责，好不好？对对对。可是现在看起来，一闪两个，第一个。显然一直到后面了，我相信一定有好几个选区会跨到第2阶段进行第3阶段。巧芯这一区跟曹董这一区肯定叫做一级战区，没错，一定的。但你刚刚讲到，当曹董接住了叫反共的大旗，杨明当场一开始就讲，这整个罢免某种程度都是在打抗中保台卖国，所有意识形态全都在这里头。那真的都在这里头吗？而这几天从礼拜二那天你也在节目里面，礼拜二那天开始，媒体讲到柯文哲，然后这次选战的过程当中，老共有没有扮演一定的角色，然后有没有正面看很多这些，某种程度是不是真的把这个包括跟两岸之间卖不卖国、抗中保台议题再往上拉了一层？我先讲徐小芯不要把曹董当敌人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住满选区满4个月，他都有办法去做这个提案人，而且做这个领衔人嘛。所以曹董就是一个公民而已啊。你一个立委竟然跟一个公民在对抗，他是你选区的选民所以每一个罢免案的敌人不是这些提案的公民，每一个罢免案的敌人也不是接下来2阶段要联署这些公民，每一个罢免案的敌人就是他这个立委自己。这个立委自己，我提今天李乔90岁了出来做罢免的领衔人，他为什么？因为他苗栗那嘛，苗栗3县，因为被逼着他必须出来，因为那一区被逼退了很多的所谓的提案人，为什么？害怕，李乔90岁站出来，他是一个台湾文学界的大家，他甚至是有机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他的作品已经都全部翻成各国的语言了，是一个客家系的大佬，而且是文学界的大佬。他为什么要站出来？他说台湾有难。他为什么要说台湾有难？因为事实上就是台湾有难。我就讲说放抗中保台这个议题。张显耀，我们礼拜2以为是李文忠李文忠写给柯文哲，所以张显耀有事，不是。是这个是因跟果的关系啊，张显耀是因啊，李文忠那个才是果啊。张显耀是因为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徐少东，涉嫌反渗透法，结果发现张显耀有问题。因为我在办一个叫徐少东这个人的时候，发现张显耀跟他有很多的通联记录，竟然都在讨论如何去介入，透过中国的方面去介入台湾的总统大选嘛。
包含在112年，就2023年的6月的时候，只是张显耀配合当时的参选人郭台铭拉抬他的声量，包含他发布了郭台铭跟柯文哲参选3个候选人的支持度，就是假民调啦。他那时候发布了一个最夸张、最离谱的假老二民调，就是柯文哲只差赖清德。柯文哲跟郭台铭配，正负搭配的时候只差赖清德0.6%，这谁都不相信嘛，谁都不相信民调，他发布出来。最后一点更有趣的叫做，他在9月11号的时候，他前往中国啊，见全国政协主席王全龄这个大家都认识啦。王沪宁啦，就是王沪宁啦，我也不引其名，他也不是中华民国国民，所以没有所谓的资讯保护法的问题，他不受我们的保护法保护，所以就是王沪宁。他跟王沪宁见面干嘛？是9月11号。好，回过头来周刊的报道，李文忠写给柯文哲那封信，张显耀先说明，你是不是在9月见李文忠？就是9月啊，是不是见完王沪宁之后？9月就跟李文忠见面，然后李文忠就传了赖给柯文哲那8点，这个才是我们关乎的问题啊！张显耀现在已经被起诉了嘛，现在的问题在于说，过去2023年整场的蓝白合，柯文哲什么时候开始打蓝白合的主意？他10月去美国回来，手机掉了，10月份开始，是不是跟9月也有关系？张显耀跟王沪宁见完面，李文忠传给了柯文哲赖讯息之后，柯文哲去了一趟美国，回过头来回国10月开启了蓝白合的过程，不是吗？11月虽然破局了，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中国的介入？那个戏啊，跟这个新闻稿的戏一模一样啊。这个是之前哦，这是9月哦，9月就规划了这套的戏。李文忠是9月的时候跟柯文哲讲了，张显耀跟他讲了什么？10月份有没有照版本演出？就是有照版本演出啊。所以柯文哲这一场蓝白合到底中共有介入有多深？总统大选是这样，就不用说立委不分区立委的提名，黄珊珊到今天都还没有说明。张显耀跟黄珊珊认不认识？当然认识啊。张显耀跟黄珊珊都是亲民党出身的啊。张显耀要不分区立委，只会跟李文忠讲吗？不可能嘛！民众党负责不分区提名的是谁？就是黄珊珊。所以张显耀有没有跟黄珊珊见过面，讲过什么事情？他要争取不分区提名，他难道只找李文忠吗？找李文忠没用啊，要找黄珊珊啊。所以黄珊珊给柯文哲的赖，虽然没有像李文忠这么拔辣写的这么清楚，1、2、3、4、5、6、7、8点，但是黄珊珊写给柯文哲的赖是牵涉到徐春英不分区立委的提名的时候，为什么要问过国台办？每一个人跟国台办都有联络啊，尤其蓝营啊，我也相信绿营也都有跟国台办有联络，但是没有一个政党，包含国民党，会去问国台办不分区立委你有什么意见？这个是黄珊珊要出来说明的东西啊！如果介入总统大选，张显耀的案子，它叫做反渗透法，违反反渗透法。黄珊珊，你让国台办去介入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提名，那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柯文哲，你有没有因为张显耀的关系去谈了蓝白合这个过程？虽然最后破局，柯文哲有没有违反反渗透法？这个才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关心，检调要不要扩大办理嘛？而这次办的就是民众党的黄珊珊跟柯文哲嘛。柯文哲有不提了，反正现在在土城里面随时可以问得到。黄珊珊难道不应该被反渗透法这件事情列为被告跟证人吗？难道不应该约询吗？黄珊珊为什么在立法院里面那么重要的所谓的选罢法投票还缺席？他就不敢面对这件事情啊，因为他已经非常严重的业界让中国介入了民众党的立委提名嘛。而现在我们做这些大罢免在做什么？不是就是黄国昌带着蓝八席，不但在国会作烂，国民党跟着走吗？我常常说黄国昌造的孽，小蓝八造的孽，就国民党的立委在砍嘛。现在国民党的立委被罢免，结果民众党这8席完全我们都罢不到，这是不是中共想要看到的结果？国民党你们被罢免了，难道不把气
这份气出在民众党这8席身上吗？而这8席到底怎么来的？黄珊珊，请说明清楚。OK， 当然你说张显耀陈文在过程当中媒体报道是因为反送中法现在是起诉，那是不是会定罪或什么要等到法院最后的3审定验的那一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小玉。从礼拜2媒体出来以后，那个整个报道过程，我想你看得很清楚。那每一次讲到两岸，一定都有红顶商人在中间的穿梭。这个里头你有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端倪吗？柯文哲，我跟你讲，以前大家叫你青蛙兽，他以前是你的最爱啊。这个过程你自己的感受，柯文哲的颜色真的变了吗？从什么时候你感受出来他的颜色真的有变？我觉得2个点啦，先讲柯文哲的部分，我觉得柯文哲还蛮厉害，蛮会包牌的。你看他从这个不分区的名单，他提了一个这个非常。这个毒的陈昭姿，我觉得陈昭姿算是某种程度他的遮羞布啦，只要有陈昭姿就可以出来跟你讲说他提名他，对，我是毒的，对，他是毒的啊，所以柯文哲不可能跟，所以他厉害嘛，他就他包牌嘛，那但是他其实他也想提名徐春英嘛，那徐春英没有成之后，他还提了一个备位立委这个李珍秀嘛，对，李珍秀，现在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备位立委，他现在黄昌的。办公室对不对？助理啦，对，不知道补不补得到啦，要看未来这个我们黄主席哦，他未来上任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柯文哲他就是整个包牌。那他当时他在做这个医生的，在做卖那个叶克膜的时候啦，他其实这个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说他就是中国看他就是你只是来卖叶克膜的一个医生，就对他不怎么样。可是知道他当了市长之后，双城论坛，然后一路还可以到竞选总统大位的时候，当然可能中国看待他的角色就不一样。那但是柯文哲他也想要去开始去接触中南海，已经是不仅止于说上海这些人，他还想要进军国台办。那他也想接触中国的话，那必须你要有人脉嘛，因为他以前只是叶克膜，他只是接触到这些学界或者是甚至只是上海台办，但是他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国台办这些人。那你看，像包括张显耀还有林义守这些人的角色就开始进来了。那讲到林义守了哈，那当然也是缘由于这次《镜周刊》他的一个这个简讯嘛，不是说这个李文宗张显耀传给李文宗说这个有透过林义守的这个部分确认了中国几个态度。第一个态度是确认中国对于柯文哲要参选是正面看待的，第二个是正面看待林义守去支持柯文哲的态度。那大家会好奇，哇，林义守大家只知道说他在南部南部就是南霸天啊，就是这个义联集团的这个创办人，但没想到他跟中国红顶商人这个角色是这么的厉害。那话说啦，当然是说林义守他当时是看准了那个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加入 WTO， 所以他看准了这个商机，所以他也去中国去开始插足他的那个不锈钢发展，然后包括他叫他的妹婿也去，就一路他就从广东开始先落地，然后开始投资，那个规模甚至比在台湾的这个不锈钢的规模都还要来得大。那同时他也借由他商人的人脉先去发展去接触了像什么张德江啦、汪洋这些人啊，这些人后来也晋升到中央，所以等于说他是有系统的布局但你要知道说这个林义守他最后发展到什么样子，就是包括马英九上台的时候，可以算是林义守最风光的时候。当时那个陈云林2011年海协会长陈云林首次造访高雄的时候，第一站就选择了这个林义守的义大，住在他的酒店，而且他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跟林义守共进的晚餐。结果这个等到这个陈云林开了这个先河之后，不得了，一年有300个参访团上到什么河南省长啦、福建省长啦、浙江省省书记啊、山东省长就一路开始来，所以后来甚至这个林义守在中国那边还有得到一个叫做南台湾总督的封号，不得了南台湾总督这边我插一个话就是说，当然啦，就是说，这个林义守他这边很积极去经营中国的关系，那他们这些中国的高干也蛮喜欢来台湾的。这个话说，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来？我曾经服务过一家电视台，就是你知道，他们真的几乎不要说1个月了，几乎几个礼拜就有那个中国的高干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那个电视台第一个一定是那个大红毯铺地毯，这个不用讲哈。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挂那个大的那个看板欢迎谁谁谁，什么黑龙江什么省书记来然后再来就出动当家的主播，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主播，不是播平常时段，一定是播晚间新闻时段的最高的这个主播一定要做专访。就你知道专访完之后呢，我就有一天看到我们那个他的那个小编在做手工艺那个大概好几百片在做手工艺，然后就是要做那个
当家主播专访这个黑龙江省委书记，然后包了好几百片的 DVD， 在做那个手工艺，因为要做那个封面套进去，那个还要把这个当伴手礼给他们带回去做政绩的宣广，好，那你说这些哇，省委书记他们回去就很摇摆，就说你看哦，这个台湾当家主播当红一线主播接受我的访问，不止哦，而且这个老板还会找这些主播们啊，去这个就是陪这些客人，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主播在当这个座上宾，你知道？我就觉得说哇，我终于就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都就络绎不绝。所以你都没有机会去当座上宾。我什么咖啊？对啊，我们是这个对，好啦，这个我们不是主播级的啊。那这扯远了啦。那总而言之就知道说这个双方的他们也这么喜欢来，你就知道林义守哈，就是你看他其实不止陈云林来嘛，后来这个到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张志军也来。那有一张经典照片，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就是那个林义守已经70几岁了，那当时已经年事蛮高，他还跟这个张志军哇鞠躬哈腰这样90度握手，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林义守对中国这边的关系其实也蛮好。那柯文哲他当然想要利用林义守的关系哦，去跟这个中南海打交道。OK。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林义守对中国这边的关系其实也蛮好。那柯文哲他当然想要利用林义守的关系哦，去跟这个中南海打交道。OK， 不过最近跟两岸之间的新闻非常多，除了刚才讲那个新闻，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是，因为民众党是在这个礼拜6党主席选举，那黄昌总召代理主席，那看起来有很多人大家评估大概应该是能够争取党主席，大概争取这一块。可能会是比较有机会的一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我想，是，也是你以前同事嘛，也是亮君，就你们的同事嘛，黄昌那时候是主席，是不是？是。你每次要讲道德长城，对，然后当媒体讲到他是老共那个地方的中共官媒的抖音最喜欢引用的前20名，对，他只排第20，但他还是非常不高兴，他说我直接骂民进党，说如果真的讲起来，民进党不堪检验。凭你把它他又叫赖清德主席出来跟他辩论。对，我来说明一下这个逻辑哦，因为这个逻辑有点跳。为什么抖音会变成赖清德要出来辩论？它逻辑是这样子的：有这个网络数据评估公司去抓2024年11月中国抖音官媒官方媒体引述台湾重要人物绝大多数是名嘴或政治人物啦。那当然，他有做出一个引述的排行榜，引述比例黄国昌排在比较末位他是最后一个。如果只排到10，就不会有黄国昌，因为前3都是中间是正的嘛那排到第20，黄国昌呢当然就特别跳，因为真正你要说是绿营或独派背景，大概就是郭正亮沈富雄，然后就是黄国昌了这是大家就是过去会认为是绿营背景出来的。好，这一点被 highlight 出来之后，大家赫然发现说，中国的官媒居然会去推播黄国昌的东西，因为就剪黄国昌的片段来放好，那是不是代表黄国昌即将可以在中国，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合法亮相？因为他过去也是所谓的，只要是时代力量的，基本上都会被贴，就是你就是台独，要是惩戒的。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原则上就是只要时代力量基本上就是被认定是独派，就是你是主席的一定都会被这当做惩戒的标的。那像我们现在也在选党代表，我们就是在找候选人的时候也是说，就是之后可能去中国会不太方便，你自己判断一下好，那重点是黄国昌被列入之后，大家 highlight 出来，记者就去问他说你有什么看法？那他当然说这个抹红啦，怎么样特地要抹红？不过如果人家真的是网络数据去收集的。那也不是抹的问题，他收集出来数据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要跟赖清德辩论看你谁到底比较红，这也不是不行，但是就诚如阿苗讲嘛就是黄国昌的战术就是讲东讲西，讲到最后面就是赖清德出来辩论因为赖清德绝对不会跟他辩论。但是说真的我们刚才来讲，民众党现在正在选党主席那党主席其实是有辩论，但是蔡壁如要跟他辩论，他不愿意出来辩论嘛，所以就是双方这个拳脚就很多。昨天大家就看到媒体，我还刚好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媒体就拿蔡壁如怎么传这一张就传这一张图我就想说什么，他就立刻拿给我看我就第一时间
观赏到这一张。蔡壁如在他的这个蔡壁如媒体群组就传了一个2月15是颜色的选择，一边是台湾民众党原版啦，另外一边呢就是把时代力量的一些符号啦、颜色啦，还有加上背景图啦，还有英文翻译啊，也都把它搭进去了。意思就是说，是黄国昌来了哈，这个就是可能民众党就被借壳上市了。时代力量呢就把它取而代之了。好，那他底下这个就有记者问了说，那壁如姐姐，你在这边有上一个小字叫什么驱魂前面有借壳上市嘛，借尸还魂嘛。那另外驱魂潜没什么意思啊？蔡壁如说不好意思啊，传错啦，我也想问人家什么意思。最好是这样，最好是这样。当大家是昨天才进入政坛嘛，好，但是重点是昨天其实就有消息。大家也都听到陆续消息，就是中部开始已经有地方人士放话，就黄国昌2月15号选上，过去他在时代力量培养一些人，他就会把他拉进民众党。所以你要说民众党没有内部的一些那种，比如说现在坐在位置上领着那个薪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吃的火锅唱的歌突然就被截了？这个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可能有些人有，有些人心里是觉得还好。OK， 但是这个东西丢下去就是意图激化。因为大家都知道蔡壁如搞不好最后9-1的票数输掉，也是很有可能嘛。但是这代表蔡壁如就直接下市吗？不见得。他可能因为他还是中央委员嘛 ，OK， 他还可以继续在里面。除了这一个议题，就是时代力量带去的到底能不能用，它是一个梗。再来就是像前面我们之前都在讲吴春成的议题，到底要不要处理，以什么样的形式去把它处理掉 ？OK， 我觉得黄国昌他现在面临他当然可以尽量的闪啊，党内辩论也都不辩论啊，所有议题蔡壁如要他把那个账本弄出来，他就讲说那是你的问题啊。可是这一切到2月15号之后都闪无可闪，他所有东西都要站在第一线。我觉得对他来说才是考验的开始。现在看起来的话，很多相关的一些议题，包括刚刚讲的黄国昌总召代理主席在2月15号以前以后要处理的哪一些的问题，蓝营现在面对到罢免案的时候，很多不同的一些议题面向，如果讲说一个人面对到一个问题，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说像譬如说廖伟强他自己那是一个人的一些状况。对。但如果要是碰到刚才讲到说傅文琦总召，然后有没有介绍大家认识那个战天下，那不是一个人的议题，他就一堆议题。对。刚才杨明讲那个两岸之间有没有反共，那个是大家都会面临到的议题。李彦秀委员这件事情，讲到房子，讲到什么，他本来应该是一个人的议题，但你有没有闻到一个味道？它已经被抽出元素，那个元素叫房子、土地，灌在国民党很多其他可能面临到罢免的人身上，甚或其他一些可能未来要选举县市首长的人身上，它已经变成一个元素了，会不会变这样？我觉得对于另外一个阵营的操作，其实就是如此。我讲实话，小平哥说赠送嘛，对赠送，他应该是他个人嘛，个人。是，但是外面的听起来会觉得，你国民党都是赠送的，对我还去解释我不是赠送，我是买。但问题是在选举短期的交锋之内，已经讲不清楚了啦，已经被抹上来了，大家会有个刻板印象嘛，所以这东西很麻烦。所以说燕秀姐她的这个不管房产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申报，有些状况，因为监察院现在也要直接已经立案查，这本来就如果已经提出来，本来就要查，这没什么好说。但是现在是燕秀姐个人的问题，还是所有国民党立法委员共同都要可能碰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一些民间团体或者是绿营的策略而言，一定是把它通通和在一起，当然，因为这比较好处理嘛。反正燕秀姐可能有问题，所以代表其他人也有问题，这个对于整个打选战是简单而方便的。那当然对于这个燕秀姐或包括其他蓝营的绿委而言，就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把他自己的一些东西说清楚、讲明白。但老实讲，我觉得选举本来就这样子，选举本来就是很现实，也是很残酷，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事情。但是让燕秀姐的部分，我个人的想法，我建议啦，就是说尽快的把一些事情跟人家对他有所质疑的东西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他上次有在媒体上面有接受一次的访问，然后接下来后来记者问的时候，他有讲说，我都讲清楚了。我在媒体上都讲清楚了，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再出来？因为有来宾，小玉好像也有提过，有来宾，尤其一些媒体人是说，就干脆开一个记者会。对啊，就你们要问什么东西，那我也不担心，因为赵燕秀的说法就是他也没有隐匿，也没有什么这样，就算有你说误报的或者什么这些，那就跟大家讲就好了，反正他也道过歉。所以有人就讲说，干脆开一个记者会，是吗？就
我当然没有跟燕秀姐讨论过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不晓得可能燕秀姐她的考量是什么，我不确定。当然，就我们的角度而言，很单纯认为，当然我就开一个记者会，你有问我答，到此为止嘛。但是对于现在有一些东西，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每一件事情，但是常常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有一些讯息跟原始的讯息，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大家的不同的解读，所以造成后面整个都歪掉了。所以燕秀姐是不是考量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觉得，如果他去开记者会，也许会造成很多有一些刻意人士的抹黑，而造成后面问题会变得越来越难处理。他的考量是什么？我不敢说。但是就几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来讲一下。就是大家讲最凶了，他到底有没有美国籍、有没有绿卡这个问题。有社会安全码跟有没有绿卡跟有没有国籍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你在美国，只要你有需要报到税，我有上过班。你就会有这个社会安全码，因为它是报税用的。所以有些人要拿这个社会安全码，认为燕秀姐是不是有绿卡或者是美国籍？我觉得这个不需要，因为这可能跟现实状况是有差别的。OK， 再来，燕秀姐的房产有多少栋？到底是在美国有1栋，在中国大陆3亚有几栋？我相信燕秀姐这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部分，如果你真有更多证据证明燕秀姐讲的是假话，那你就提出来。我相信这个监察院一定都会来查。那剩下部分，我觉得就是燕秀姐接下来，我觉得。不会结束嘛？因为老讲，大家有没有发现，实际上，台北市几个比较被针对的立法委员，大概就是像燕秀姐跟巧芯姐洪文琪也是，因为他们其实本身在议题上面之前就一直算是蓝营比较主力的战将，所以在这个上面，在这个节骨眼而言，他会被特别挑作，如果打败他了，就好像把国民党的滩头堡打倒的感觉，所以他们受到挑战跟受到的争议一定会更多。那接下来不管是燕秀姐还是巧芯，我觉得先把自己的本质先顾好，因为我觉得2阶段我相信会过啦，这个我相信绿营应该也会介入啦，这个我相信有很多压力嘛，就不管是民团觉得你们该介入，还是真的觉得绿营应该直接来介入，我相信2阶段会过，而2阶段一过完之后，3阶段就是热战，不会有冷战，大家不要再去妄想了，不会有这个事情。如果你想冷战，你就等着被罢免好了。如果你想冷淡，你就等着被罢免好了。对，所以在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质疑，甚至是恶意的抹黑。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外面的流言流语不需要特别去管，把你自己做得好。因为选举老实说，有的时候是跟自己选，而你的对象就是你的支持者。只要你把你自己做的好的那一面，跟你自己觉得该要做的那一面，让你的选民知道，我相信对于接下来的挑战，你自然能迎刃而解。那有一些很多风风雨雨，我老讲，如果别人有质疑，合理的该解释的你就要去解释，而且如果真的有做错，你就出来道歉，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不要去硬凹。但是很多无谓的抹黑、抹红，甚至是恶意的一些见缝插针，我觉得蓝营的人要么就不要理他，要么就是直接站起来强烈的反击。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你想要走一个中间路线，已经不可能了。OK， 亮君，李彦秀委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一切的说明，在你看起来，觉得缺很多吗？还是像刚刚讲，再开一次记者会吧，把所有事情解释清楚？土地的这个元素对你们来说，会很多灌在国民党很多的委员头上吗？赖清德主席，因为他同时总统兼民党党主席，赖清德主席直接讲说，因为绿营大概有13个被提吧，到目前为止，然后他是叫党部跟律师团应战，因为你们觉得有很多那些名册或什么东西，你们都觉得有造假吗？我先讲李彦秀的部分哦。那李彦秀委员最近出来回应哦，回应这些质疑，我觉得就是片段型的啦。第一个是他时间拖得非常久才出来回应，再来是他前面有讲说他为这个申报没有去申报的部分，他为大家为此道歉，然后后来又出来讲说不要波及我的家人，又开始哭等等的。但是实际上背后这些到底为什么没有申报？然后从过去当议员到再当立委，这么多次的财产申报，甚至连这个财产异动，你有没有去进行更动？这些其实可以一口气的来去做说明。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全面啦。因为现在当然不管是网友啊，大家都会去找嘛。那这些资料变成对，或许刚刚李博义讲的，或许对于国民党或对于李彦秀来说，大家觉得说这含沙射影啦，然后这个感觉这个讯息啊，都有点模糊不清。那如果是这样，你自己是当事人，其实你一口气讲清楚，我觉得也让
这个蓝营的支持者，你们自己也更有底气啊，就说这个我们李彦秀委员都没有问题啊，如果真的不实申报，真的很抱歉，我们就赶快去补申报有什么讲什么，然后没做到的事就赶快处理。那我觉得这才是面对，因为接下来罢免是一定，我相信不管蓝不管绿是一定是正面应战。既然你要正面应战，那你就来做正面的回应。那再来就是说，有关于民进党接下来因为刚刚有提到，真的我们现在也很多的立法委员都面临罢免那。其实到不管是这个苏巧慧，因为最近有看到苏巧慧委员，还有李坤城委员，也都在自己的脸书上面有贴出说，新北市选委会有送出一个查询单，然后寄给民众说，你是不是有签苏巧慧委员的这个罢免提议书，然后李坤城委员罢免提议书，结果民众接到想说，我怎么被联署了那就是他根本没有去联署，他的资料不知道是被谁用了，然后拿去联署，所以他接到的时候他就传给这些委员说，我没有联署，为什么我会接到这个？所以是不是有可能说？这些国民党发动的这些联署行动，就是它是超名册，那名册又是从何而来？所以当然这个以民进党的立场，我们当然是要正面应对跟应战嘛。那接下来这个蓝绿都有立委被罢免的状况底下，接下来一定我想啦免不了最后一定就还是会变成政党对决。我认为在今年下半年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小型的。也不能说小型，我认为已经算小型吗？很大型的，大型的已经超过我们的区域委员的一半了，对，已经算是改选了啦。另外一个改选的行动了。那如果是这样，其实最后还是会进到政党对决。所以大家一直讲说这个民进党什么时候要投入或介入？我觉得第一个是一定是先保护我们所有目前被这些国民党青年局所提出要罢免的这些我们自己立委嘛。那我们一定要优先的来守护我们这些立委。那当然，公民行动的这些公民团体所提出来的，那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说，有很多的这些这个民团，他们在进行这些联署活动的时候，有受到很多压力，然后或者是说这些各种的刁难，那这些我们就可以予以协助。我想这个部分，这个大家，我想蓝营如果他们自己的青年军，如果他们在进行罢免的活动的时候遇到状况的话，他们的民代也一定会帮助。所以我觉得提供这样的协助，我想不管蓝绿都是非常正常。那至于在接下来，绝对就会是政党对决了。姚元，请问一下，壮世代这个议题，在未来25号，因为25号开议，民进党像林俊彦委员他们已经提案了嘛，就是要把整个壮世代促进法废掉。看起来会这个案子到底最后结果会怎么样？白营的8席跟蓝营的这几席，一定还要看他们最后的表态。你觉得国民党会怎么表态？因为他一定牵扯到绿营，一定会追着国民党每一个委员问怎么样，你支不支持，要不要废？这些在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当然，这个吴春成委员他已经有一种他松口那4个字叫不如归去。对那不如就归去吧。你觉得就干脆归去为什么？因为你辞了壮世代这个法，反而留得住。为什么？因为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法，其实那个法是一个空白授权的啦，而且还没正式上路它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的利益没有回避。然后呢，再被挖出来一堆东西。那如果今天如果是一个有政治智慧的这个所谓的从政人员会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他在一开始担任立委的时候，就会把他壮世代教科文协会的理事长辞去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我们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他在一开始担任立委的时候，就会把他壮世代教科文协会的理事长辞去了。就会要求这个协会不要去标政府标案了。可惜他不是菩萨，他是众生，所以呢，做了之后他才发现，哎呀，怎么会有这个恶果出现了呢？那怎么办那现在就是他要决定怎么办。结果，他又说回去，他就说，我现在辞职会造成党内的困扰。不会耶，我觉得不会。为什么不分区就会下一个地步啊？一点都没有困扰啊，反而壮世在这个议题就不会一天到晚连在民众党变成一个包袱。我觉得吴春成委员大胆的辞职吧。而且呢，你可以说我是为了希望壮世代促进法不要被废。牺牲我吴春成，但是这个法应该要留着。我必须讲如果今天要处理这个法要真的要废的话，民进党要提的话，民进党的立委们先道歉。为什么？因为这是无异议通过的法案。在当初处理这个法案的时候，民进党立委是支持的。
黄国昌也是这样讲，所有他说大家都那个时候都掌声鼓励，那时候朝野协商也没有民进党立委反对啦，他们只是说针对一些字眼有该怎么去调整，所以我才说，如果今天真的要处理这个法案的话，那拜托一个叫做吴春成请辞，一个叫做民进党道歉。OK， 一战是整件事情烧成这样，其实他不是单纯关心吴春成委员一个人的态度，民众党的态度是怎么样？党的态度一定就是黄国昌代理主席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看得出来有任何一些态度吗？国民党的态度看得出来吗？第一个，我刚才讲说民进党道歉，民进党道歉的方式就是废法。废法不就是最直接的道歉方式？我们做错了，我们就把它废除掉啊。这个是负责任的道歉态度。要先道歉，再口头，不只是口头，而且是有行动。民进党所有委员都签啊。不是吗？接下来是民众党你自己内部的问题嘛。吴春成不如归去，他当然不如归去啊！法都过了，我回去继续赚钱啊，反而是好赚钱。反正我不是立法委员，没有土地问题了。接下来战国策继续接，我也不用说我的女婿啦、女儿啦、爸爸妈妈什么人都当成都人头了，不用，我自己做董事长，我自己接案啊，因为没有利益回避问题，没有土地问题啊，继续做案子，所以他不如归去赚钱。但是黄国昌出来说。你是台湾民众党，还是时代力量，还是壮世代力量？你这个政党要变成怎样的党？吴春成不走，黄国昌你不处理，你就是壮世代力量党嘛，哪有小草？现在都嘛是壮世代，哪有小草？小草都跑光了啦，现在只剩下55岁以上的壮世代啦。吴春成在控制了所有的网络，所以你不敢处理，是不是？这是你民众党的态度嘛？所以民众党不只是。吴春成自己不如归去，而是你党纪要不要处分嘛？你要把这个人处理党纪的问题嘛？第三点，国民党要表态啊。我为什么要叫壮世代？我可以接受55岁以上的人，我们应该给更多的福利。在联合国里面叫中高龄，中高龄是45岁到65岁，也不是55岁。为什么是55岁？告诉我原因。为什么立一个法叫做55岁以上？标准在哪里？明明国际上面的标准，国际劳工委员会的标准就是45岁到55岁叫中高龄。如果要照顾这个年龄层，全部照顾。第二个，为什么要叫壮世代？为什么要叫壮世代？为什么要被你们撞？不是这个原因嘛？这个法律的名字本身就有问题，就是图利吴春成嘛。未来只要任何的政府标案说你必须要有从事壮世代相关规划能力的人才能得标，那就只剩下吴春成啊，我也不能标啊。我之后成立一个壮世代阳光协会，也不能去标案，因为我没有经验嘛。人家已经筹备4年，就为了赚这1200亿嘛。这个是国民党要面对的问题。国民党如果不面对，罢免联署2阶段刚好添柴火而已。我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国民党需要表态吗？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后一定会表态啊，因为到底要不要支持？你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支持吗？废掉，要不要支持？我个人觉得壮世代这个名字提出来，我相信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争议不大，要不然不会绿营都通过，因为大家觉得没什么特别，只是多出。因为不知道他去登记，对啊，后面还有商标，对，还有一些公司的，这问题很大了，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当然，你说吴春成委员，他现在也说，他已经撤掉了，他也撤掉，都等等撤掉了，对。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必须要先看民众党做出什么处置的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民众党做出很严厉的处置，那也许已经没有任何利益纠葛，国民党可以有条件来支持。但是如果民众党没有表达什么态度，没有啊，看起来对，那我觉得党部的确是要想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对一般的人而言会觉得怪嘛，就怪。那接下来。白银、蓝银怎么来后续跟进这个问题？我觉得尽快给个答案 ，OK， 这是合理的。OK， 所有的罢免风潮如果一路往下走的话，每一个个别的案件会不会野火燎原城，然后燃烧一片，会变成这个样吗？刚讲的几个元素，如果被抽出来以后，在未来这场大罢免之战里头会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有收看，希望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